中共官媒新华社7月6号头条报道，习近平亲自向一批来自美国马里兰州的青少年文化交流团回信，满脸笑意地称赞他们是中美友谊的使者，邀请更多美国青年多来中国走走看看。画面里是温和亲切的笑脸，话语中满是和平与未来。但这一刻，真正的戏码却不在台上。几乎同一时间，华尔街日报揭露了一场更大的布局，中共已悄悄重启持久战战略，习近平正准备打一场与美国旷日持久的制度竞争战。这不只是一次微笑外交，也不只是一次青年交流，而是一场假欢迎真备战的双面戏。表面笑脸迎人，背后却是磨刀霍霍，从厉害了我的国到闭关备战，从东升西降到再学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习近平的态度正在急剧转向。这不只是风格的变化，更是整个中共对外战略的转变。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潇。官媒新华社7月6号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向参加未来5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访华的美国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青少年匹克球文化交流访华团师生回复口信。从官媒报道的消息中，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的一张笑脸，称赞青年是中美关系的未来，两国友好的新一代使者，是增进两国人民友谊的希望。不过，在这副笑脸下面，却隐藏着一张专心磨刀的面孔。华尔街日报7月4号报道，面对川普贸易战的强大攻势，习近平采取一种避其锋芒的战术——持久战。为打这场持久战，中共做了几十年的准备。刚上台的习近平一度目空一切，他确信中共拥有超越美国的潜力，无论军事、科技还是经济。美国都在衰落，中国开始崛起。为了在科技领域打破美国的卡脖子，习近平进行土豪式砸钱，国家资助的半导体企业像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兴起，又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家一家倒闭。中国出现了晶片大烂尾的噩梦。在军事上，尽管中国的军费预算在20年间增加近10倍，共军海军的舰艇数量也超过了美国，但据军事专家研究，中国舰艇生产速度快于船员的培训速度。美国海军舰艇在总吨位方面仍然遥遥领先，也就是说，美中军事差距就像公牛与青蛙的寓言故事，实力相差很远。尤其美军近期对伊朗核设施进行的午夜之锤军事行动，快如闪电，让中南海闻之色变。习近平非常清楚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开始转换打法，不再直接与美国对抗，而是学习毛泽东的持久战策略，在漫长而全面的竞争中守住中共的地位，使美国的压力变得可控，赢得时间。习近平非常害怕中共会像苏共一样解体，对社会各个方面都进一步加强了控制。2013年1月，习近平刚一接任中共党魁，就在一次党内高层闭门会议上提问说，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竞争是激烈的。他希望党能保持绝对的领导，不允许任何挑战。他的愿景不止于此，而是超越美国，取代美国世界霸主的地位。东升西降，应节而生，厉害了我的国也大吹大擂。然而，川普的贸易战如一场飓风，压得习近平和中共喘不过气，被打得没有招架之力。这时，中共内部的太子党认为，习近平东升西降违背了邓小平当年提出的韬光养晦和绝不当出头鸟的遗训，这样中共才能在西方强大的围堵和制裁中生存下来，并可以应对苏联解体所引起的社会主义阵营坍塌局面。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我们不扛大旗，谁愿扛谁扛去。邓小平的策略的要点就是避其锋芒，不当出头鸟，争取喘息的机会和回旋的空间。
这种策略让中共钻了全球化的空子，正是西方的全球化运动弱化了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让全世界放松对中共的警惕。西方资本主义不管政治，只管利润，那些跨国资本、跨国企业纷纷瞄准中国这个10几亿人的大市场。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罗斯福让美国的制造业充当全球民主兵工厂的美国制造规模，技术被东方一个共产党政权拿走。中共有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概念，它写进了中共2002年召开的16大。它的战略设计根据前一年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攻击，让北京大喜过望，觉得天赐良机。这世界上只有中共这样的政权，才会将西方的危机看成自己的机遇。冷战时期世界的2个超级大国，苏联和美国，中共只能在他们的争斗中周旋，打游击，当了半个世纪的小三，从中赚一点安全和经济上的便宜而已，未曾有过做大的念头。中共加入世贸，融入全球化洪流中，经济开始腾飞，经济体量居然占到世界第2的位置。习近平不再满足当小三，希望转正，成为可以与美国一较高低的存在，还拉来过去的超级霸主俄罗斯做自己的小弟，一时风光十足，乐极生悲。中共陷入了如何在经济和国家安全优先之间取得平衡的两难境地。资深媒体人、精通中国事务的日经高级评论员中泽克二观察到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创始院长王吉思6月12号发表的文章，对习近平政府国家安全优先的政策敲响了警钟。王吉思认为，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必须划清界限。他强调，国家安全必须和其他目标，包括经济繁荣，实现平衡。中共的审查机构并没有删除这篇文章，相反，6月23号被转载到北京清华大学国际安全与战略中心网站上，而清华大学正是习近平的母校，放下国家安全优先政策，转而把经济振兴置于更重要的位置，被认为是中共政治局决定制定新规章的主要目标之一。一名接近中共的消息人士说，党内对脱离老百姓严酷现实的决策体系有大量的批评。值得注意的是，7月1号，习近平紧急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6次会议，研究全国统一大市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等问题，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是中共最高经济政策机构，习近平担任主席。会议重点向企业低价无序竞争开炮，认为这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点难题。目前，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以及为清仓而采取的降价行动引发的价格战，非但没打开消费者的钱袋，反而让他们捂紧腰包，期待更低的价格，导致通货紧缩。这让中共振兴经济的所有努力全部付之东流，也成为习近平火烧眉毛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其实，习近平本人正是企业低价无序竞争的始作俑者，解铃还须系铃人。习近平可谓任重道远，比肩挑200斤走山路还要难，所以他要向美国，特别是代表美国未来的年轻人展现笑脸，但背后隐藏的可能还是走着瞧，老子早晚会超过你们。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